欢迎来到默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国人为什么对自己的文化中国文化那么的反感，而且一直抨击它。如果究其原因简单的说的话，那就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的中国，特别是大陆人，大部分都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看中国文化肯定是不了解的，因为为什么呢？中国文化它是一种神传文化，那你是无神论者，对神又不认可，那你看到的东西肯定是不认可的，对不对？就好比你学数学，如果你对1+1=2不认可，那数学的所有的理论啊什么的都不认可了，因为它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文化也是一样，它是一种神传文化，它是建立在你要对神有认可，然后对自己的灵魂有认知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去理解它的博大精深。不然的话，你不要说博大精深了，你连表面的一些东西或许也理解不到，而且对它非常的厌恶反感，这是肯定的。那我们详细一点来分析这个原因的话呢，其实我们应该把他们分成3类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反感程度是不一样的，看法其实也是不一样的。第一类人呢，他是已经有了信仰，比如说一些基督教徒已经加入了基督教，他们已经对神有了认可，也对神也有了认知，也承认人是神造的，也承认人是由灵魂跟肉体2部分组成，有了这些概念，也对这些概念也是非常崇敬的。他们这部分人呢，抨击中国文化最主要抨击的是儒家学说。那他们为什么抨击中国文化？因为在他们的脑袋里就是觉得儒家学说是代表中国文化的，然后儒家学说呢又奴化了中国人，让中国人变成一个个奴隶，所以是一种奴化的思想，所以他们觉得非常不好，而且觉得儒家学说也是一种无神论，也是不认可神的，所以他们对儒家学说非常的反感。其实儒家学说一开始孔子推出来的，他并没有说他不认可神，他为什么要推出他的这个儒家思想呢？他觉得这是我自己的认为就是他觉得人是无法理解神说的一些东西的，就算能理解，也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大多数人是不理解的。所以他们觉得应该在人的层面去建立一套能让人改好的思想，然后让人通过这个思想把自己的生命境界提高之后，再去跟神佛道的东西去接触，这样人就比较能够理解神佛道到底在说什么。但是儒家呢，因为他说的太多了，就是把所有的关系说得很清楚，人与人各种关系怎么处理说得很清楚，说多了就有时候会被人断章取义，对不对？断章取义之后为我所用，所以为什么古代的帝王都非常推崇那个儒家思想？其实跟儒家思想并驾齐驱的还有墨家。墨家为什么春秋战国之后就不推崇了？是因为墨家思想比较简单实用，它非常简单，没有啰嗦，不大被人去篡改，然后它实用，因为它有一些兵法什么的战术都非常实用，所以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在打仗的时候他们都比较推崇。但是到后来战争结束了，要进行治国了，要奴化人民了，要专制了，墨家就不大实用了，因为对人民简单实用的东西对帝王来说是不实用的，而儒家思想它恰恰让帝王能够所用，所以他是推崇儒家思想，然后把里面的东西修改之后，作为他一种专制统治的工具。作为专制统治的工具之后，他当然是要奴化他的子民的。所以中国人为什么会被儒家思想奴化，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一类人，有了信仰的人，为什么还抨击中国文化呢？主要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觉得到后来应该慢慢的对中国文化有了深层次的了解之后，他们会改观对孔子的看法，对儒家思想的看法，我觉得会有这种改变。这种对儒家思想的看法，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以前无神论的思想形成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给它改变是非常难的，但是他们能够重塑信仰，这已经非常难得了。所以我觉得对神佛道的更加深入的了解，他们会改观对中国文化的一种看法。这比较典型的，就像 YouTube 上面的那个苏小河，
苏小和他其实我觉得我也看他的节目，他对一些基督教啊，还有圣经的解释啊都非常到位，对神的解释啊也非常到位，对灵魂的解释也非常到位。但是他就是不认可那个儒家思想的，其实就是我说的，他是非常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嘛，知识也渊博，那个看过的书也非常的多。所以像这类人呢，我觉得以后会改观对中国文化的一种看法。那第二类人是哪一类人呢？那就是他还没有信仰，还没有重新树立自己的信仰，他还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这些人，他的良知、他的灵魂并没有被抹灭，只是被压抑住了。因为在无神论的观念下，他的灵魂被压抑在内心的一个深处。但是当他接触到中国文化的时候，这个灵魂他会被唤醒，他的灵魂会跟中国文化产生一种共鸣。当产生共鸣之后，他就会跟他现有的无神论观念会产生一种矛盾，这种矛盾会迫使他去研究中国文化。但是这类人研究之后呢，还是会抨击中国文化，因为他只是产生了一种矛盾，他根本没有去认知到神的存在和自己灵魂的存在，因为他还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所以从无神论的角度去理解中国文化，那他当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根本不理解。一个是因为对神跟灵魂还处在不认可的阶段，还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文字系统跟语言系统。他去看一些书啊什么的文字啊，这些书跟文字其实都是很久以前传过来的，因为中国文化是比较历史悠久的嘛，有上下5000年，对吧？有文字记的也有3000年。那这样悠久的历史记载过来，那时候的文字系统跟现在的文字系统、语言系统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你用现在的文字系统去理解那个中国文化里面的东西是非常难的。特别大陆是用简体文字，这完完全全是两个系统了。繁体字还算接近古代的文字系统，所以特别中国大陆，你去看中国文化，它是很难理解的。举个例子，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性本恶。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来说，他理解起来就是觉得，在说废话，对吧？两边都说了。如果你站在一种灵魂的角度去认识这2句话的话，那就很简单。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人的灵魂，人之初性本恶说的是人的肉体，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类人应该先放下原本的观念，就算你保持原本的观念，你去理解中国文化的时候，也应该站在对灵魂认知和对神的认可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中国文化。为什么？这也是入乡随俗嘛。既然你要学习这个文化，你就得尊重它，你就得入乡随俗，对不对？不入乡随俗的话，你是无法理解的。就像许多人出国回来，其实他也没什么用，他只是跑了一圈，他也不能理解国外的那个文化。但是这类人，既然他的灵魂已经跟中国文化产生了共鸣，心里产生了矛盾，他肯定会慢慢的探索自己的内心，会对人有灵魂的一面越来越认知。其实这是一种逻辑问题。为什么会产生矛盾？产生矛盾肯定有两个不同的意见，或者2个不同的声音。如果你的身体里只有一种声音的话，那你肯定是不会有矛盾。只有2种声音才会产生矛盾。那为什么会有2种声音？那就很简单，因为你人是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灵魂，一部分肉体，所以也证明了你的身体里面有灵魂的存在。当你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对中国文化的内涵会了解的越来越深，这时候你会对中国文化有一个完全的改观。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呢，也是一个时间问题。当然这个时间会很长，我也是从这样走过来的。我大概用了几年时间，或许有些人10几年，大概有些人悟性高的大概就是1年，或者马上就顿悟了也可能，对不对？我大概还是比较愚钝的呢，但是也不容易。那第3类人，我觉得是非常难改变的。为什么呢？其实第3类人对神的存在跟自己灵魂的存在是认可的，但是他们就是选择了要满足自身肉体的欲望。这类人是非常难改变的。
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抨击中国文化？既然什么都了解了，他为什么还要抨击呢？是因为内心中还有灵魂的存在，灵魂会跟中国文化有共鸣。当你满足自己欲望的时候，你的灵魂就会鞭策你，说你这是不对的。但是他已经很清楚要的是什么，他也知道自己选择了什么，但是偏偏那个灵魂就存在在那里，让他的内心深处对他的所作所为谴责。所以这种人是非常痛苦，这就是良心的谴责。而这种人知道什么叫良心的谴责，其实什么都懂，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去做，当然他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错的。所以他碰到对中国文化非常崇敬的人，他就会抨击他，而且言语比较恶劣，老是把妈带在嘴上。所以有许多人都觉得，我谈论中国文化为什么就那么的有激烈的反应呢？是因为他内心深处得到了一种良心的谴责，因为他的灵魂在谴责他，在谴责他的行为，谴责他的思想，谴责他的一切。所以有些人觉得自己躺着中枪了，也没招惹他什么，其实你已经招惹他了，因为你把他的灵魂给唤醒了。人其实不怕别人骂他，最怕的是自己骂自己，这是最难过的。所以现在中国大陆非常流行一种正能量的说法。什么叫正能量？你不要说他不喜欢听的话，知道吗？因为是你说的话，只要激起了他内心深处的灵魂对他的谴责，那他就会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前两类人是非常有希望的中国人，而且以后中国文化应该也是靠这两类人去继承。而第三类人呢，我觉得希望他们能够接受他内心深处那个反对他的声音，能够听一些负能量，对他来说是一种负能量，然后慢慢的重新改变自己。因为当你接受了自己的灵魂的一面的时候，人会有很大的改观，对你的生活工作都是非常有积极的作用的。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